首先我要说，我不是马粉，但我身边有很多马自达的忠实的粉丝，严以鹏为首哈，他更是很喜欢认可这个品牌的很多的一个东西。但其实我不是说不喜欢马自达，可能我没有他们对这个品牌背后的一些故事深层次的一些故事，如他们工程师所说，马自达把最精彩的东西都放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如果没有花这个认知的成本去了解它，也许就没有大家对它那个爱那么虔诚了。喜欢一部车有很多种方式，有可能就一眼被它这个设计所去打动。其实这个车蛮好看的哈，尤其是这一点。前面出来这个镀铬连起来的，把这个车这个前脸变得滚滚有神。第二个的话呢，是它这个颜色，这个马自达叫混动红我特意挑那么大的太阳去给你看，就因为我发现，哪怕是这个颜色，它这些折面配合在一起，一天24小时不同的光线情况下，每一个角度看它，好像都非常有一种雕塑的一个美感其实这个级别这种紧凑型 SUV 这个市场是最难搞的，难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它价格不便宜作为一部合资的这种尺寸的 SUV， 它的价格13万多到17万多，直接对手就是 CX-R 丰田的 CX-R， 然后还有缤智HRV 像这种车但是这种车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让大家一眼看出像本田，我现在有 1.5T 的发动机很牛，本田，然后末速空间一想出它的优点是这样的，然后 CX-R TNGA， 然后还有很炫的这种全新的设计造型，一说起这些车，大家都会条件反射都想起这些东西。本土品牌就更不用说了，本土品牌它的卖点就更加多了。从外观，它很炫的一些外观，它做的一个比一个唬人，然后内饰、装备、造工配置，每一样都会让你印象深刻，各出奇招但是这个 CX-30， 说实话，在它的身上我没有发现它有很显著的卖点外观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你也没办法了。然后内饰也是中规中矩的。马自达说它是希望它能达到豪华车的这样一个水准的，但是这些是需要消费者去认知的。我第一次看到这套内饰的时候是在美国LA 车展上面，第一次看到是新的马3上面，我当时还是蛮喜欢，尤其是这种不同纹路材料的内饰的这个搭配，挺有质感的这一点是做得不错。不过这个是不是就是买它的一个很显著的一个理由呢？我觉得倒也未必从马自达的角度来讲，它进步是很大，但事实上我觉得也是符合这个级别应该有这个想象。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差不多的价格，你买一部领克同样的车，它的内饰看起来，无论是造工，无论是用料，它一点不会输给它。你说的豪华，可能也只是在马自达自己的程度来讲了。我再看一下后排，这个很可能就成为 CX-30的一个怎么讲呢？是它的一个短板吧。在中国市场，大家会对一部车它的功能性有着全方位的一个高要求。我需要它的后排够宽敞，我品牌装备全部都要很好。但是这个车的后排绝对不能成为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卖点的。跟 CX-R 去比，唯一一个好的地方，可能我的没有监狱后排，我的视野空间会比较好，但是我的腿部空间，包括我们的座椅的这个靠背的角度如果我坐在中间这个位置呢，你会更觉得真的是一般，有点想起了我当年的第一部车，03年的时候买的那个宝来，后排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无论从空间还有包括里面的一些装备一些类似的这个程度呢，你是马粉，你可能会很掰，但是如果放到整一个市场这个竞争的环节里面去看的话，我觉得也没有说有特别亮点一个地方。对了，这一套设计其实还真的，你看起来这个车不大，但实际上它无论是它的轴距、轮距、宽度和 CX-R 去相比的话，它都是有优势的，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也就是说，它整体的身材尺寸完全是符合它这个级别的要求的。你看，包括行李箱空间各方面都是没有问题，它只是后排空间要小一点点而已。所以从尺寸的角度来讲呢，它是做足了这个级别
它一个平均的水平，没有说特别好但是后排反而会拖它一点点后腿了。好了，说那么多，其实那喜欢这个车的理由是什么样呢？你账上看它 2.0 的排量，马力不会很大，扭力不会很大，后面甚至不是独立悬架，对吧？这些账面上看起来都不是很出彩，开起来会非常有自信的一个地方。网上很多人都说马自达能吹的也只有驾驶了，是不是这样呢？为了验证这个车开起来的感觉怎么样，我把它开到深圳著名的这个大家享受驾驶乐趣的地方三洲田。三洲田这个山路其实对这个车是蛮大一个考验尤其是大家一看到这个车的账面数字才158匹，然后扭力才200几牛米，这个账面数据也太拉不出手了吧？大家第一眼看到就可以这样去说。不过相对于一个大的马力或者说很强劲的一个扭力这样去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关于驾驶的，关于动力这个更有难度的就是匹配。匹配我觉得才是这个 CX-30一个很大的一个卖点。我曾经站过在这种自然吸气发动机这个领域做的最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讴歌那个 TLXL， 哇，真的没得说，2.4的那套动力系统，再加本田那个独门秘籍的变速箱，搭配的是那个叫行云流水。好了，我说完这个评价以后呢，一堆马自达粉就不服气了，你试一下阿特兹。我觉得阿特兹绝对没有比他差的，你试一下昂克赛拉也不会比他差的。事实上还真是这样。如果有一套动力系统可以去跟本田去比的话，自然吸气这个领域就是马自达了。这个 CX-30可以说没有对手。你看对手的，你看 CHR 那个 2.0 发动机是不错，但是它变速箱不行CVT 的变速箱，本田那个 1.5T 动力很猛变速箱也是 CVT 的。好了，它这个 2.0 配一个普通的6AT 变速箱，这种感觉就是那种熟悉的感觉应该有的高水准的自然吸气车给到我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是动力跟脚都不行，我每一下油门踩下去的反应都能体现在转速表上，能体现在车身姿态上面，这种听话的感觉让人爱不释手。另外一个，这种传统的这种 AT 变速箱给到我的感觉，如果你搭配的好，油门踩深一点，它给你 kick down， 再深一点，再 kick 一个 down，这种动力拾级而上，随踩随时有反应的这种感觉也是相当好的。跟那个 CVT 不一样CVT 就光嗌得把死人聲，架車喐都唔喐嘅，一通操作猛於虎，那個車還是原地處，這個 CVT 的感覺這不好。但是這個的它不僅叫出來了，但是也體現在動力方面，體現在車身姿態上面，它是同步跟進的，這種感覺就相當的好了。所以如果跟對手去比的話，我會給這樣的一個評價，它跟那個CHR 去比，動力表現以及這種流暢度，這種聽話的程度都要比 CHR 要好的。哪怕和本田去比，缤智那個去比，可能在極限上面它爆炸的能力不夠缤智好，但是它這種動力的階梯式的增長的一種線性的表現呢，又絕對是比那個缤智要好的。所以在這個級別裡面，我給它是 No.1 朵是比很好的，目前為止我覺得是最好的這套動力系統第二個要讚的是它這一套懸架系統CHR 曾經我是認為這個級別裡面很棒的一套底盤，這個沒有說要比 CHR 更好，但是體現的是比 CHR 的另外一種風格。CHR 是那種以油克剛的那種感覺所以你會感覺這個車軟綿綿的，而且用那種綿力去化解路面上那種感覺，這是高手，這是高手。但是這個 CX-30 呢，它那種感覺是典型的歐洲車的那種底盤反應，它很硬的，而且是把路面上的那個反應，這個減速帶的那種每一寸的這個高度，它都你看它都會體現在車身姿態上面，但是它又沒有本田的那種生硬它是經過過濾的，我是喜歡這種感覺。你不要以為它是這個 SUV 的這種風格這種設計但其實這套底盤整體這個反應呢是完全是公路設定的它高一點只是為了視覺上面好看，哪怕我去山路去 P， 它的側傾
抑制得很好，哪怕我在弯中压到凹出来的地方，甚至是减速带，这个车还都能尽最大的努力。你看这个地方，你试一下哈，你看我过弯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它没有推出去的，没有推出去的，紧紧咬在我们的路面上，这个就是悬架的贴服能力相当好。所以我对这套悬架的话，也是评价一个很高的分数。所以难怪有人说啊，马自达要吹。你空间不行啊，空间真不行这个车，然后外观见仁见智。赵工马自达你说是豪华嘛，但我觉得也就那样了哈。但是在驾驶这部分，绝对是马自达是可以吹爆的，这也是他们坚持的地方。所以难怪他们说啊，我们成本很高的做这个车，那个成本是放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这个就是你看不见的地方哦。你眼睛看不见，但是如果你用心去开。哦，你真的这个技术到位，人马合一了以后，你真的是能感受得到设计师、工程师的诚意。好暢快淋漓嘅一段山路駕駛體驗嚇。我漏咗兩個好重要嘅優點，唔記得同大家講啊。其實除咗山路嘅表現令我滿意之外，呢部車仲有兩個地方係令我覺得有驚喜嘅。第一個佢有靜音㗎。哇！喺個萬事得居然有靜音方面令我有驚喜。其實架車絕對就比一架賓士喺底盤質感以及佢成個嘅噪聲抑制 MVH 方面嘅表現都係比一架賓士明顯好嘅。同架 CHR 比，絕對唔會比架 CHR， 但係比 CHR 好嘅咩地方？引擎嘅聲音啊，比 CHR 嗰個發動機好聽得多。所以咧，各方面嘅嘢真係正如佢嘅工程師所講，唔係攞你隻眼去睇，要用個心。攞個屁股，攞你隻腳，攞你隻手去感受，你先到呢部車佢嘅精彩嘅地方喺邊度。咁但係喺而家呢個社會咁樣問題又嚟啦，好多人去買一架咁樣嘅車嘅時候，如果你喺其他方面喺卡特洛上邊，我睇唔到有啲好顯然嘅令我一錘定音嘅賣點。睇你個樣，如果我中意仲好辦喎，好似女仔中意，哇！呢個紅色好靚啊，喂！日頭去睇，你睇下幾個角度，簡直就無與倫比啦，就係要買呢隻車，就係買隻紅色。有啲女士可能一見就一見傾心，但係如果你喺第一眼見到佢無感嘅，再睇卡特洛又冇咩特別裝備啊，你啲咩防撞系統各方面嘅佢都有啊，個個都有，你都唔見得有特別犀利嘅地方。第三個我再睇卡特洛又冇乜嘢明顯嘅。發動機動力又唔係好足啊，各方面嘅嘢嗱，呢啲淺層嘅打動你嘅嘢全部都冇，係需要你攞心去感受嘅時候，咁大家愛上佢嘅成本或者愛上佢嘅嗰個難度要求就變得高啦。咁係好事定係唔好事呢？其實喺而家呢個車市，大家都咁浮躁，就中意啲表面上撒眼嬌嘅嘢。有一部咁樣嘅車，從我哋愛車人嘅角度嚟講呢，會係好事，因為佢好似一個有內涵嘅人一樣。第一眼見到一般，但係相處落，哇，真係正，各方面越嚟越知道你嘅好，你又體貼啦，又知性啦，又懂得愛喎，又懂得各方面嘅情調搭配，又做得好。咁但係如果一啲膚淺嘅人，我唔係講年輕人啦，好多人都會係膚淺嘅。第一眼見到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呢一班客可能就同佢無緣啦。